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6年屬猴注意，年底會發生一件成敗分水嶺的事，你可能完全沒發現。1956年出生的屬猴朋友，年底真的要多留個心眼，因為有一件事正在悄悄靠近你，它看起來可能微不足道，但影響卻遠比你想象的大，足以成為未來幾年裡你的成敗分水嶺。很多人一看到分水嶺3個字會下意識緊張，但其實它既可能是風險，也可能是難得的轉機，全看你能不能早一點察覺，早一點判斷，早一點做好對策。要提醒你的是，這件事往往不是突然爆出來的，而是長期累積之下，會在年底被迫推到你面前。它的表現形式通常像是必須年底前做出的合同決定、資產處置、家庭責任的承接、健康問題的確診與處理，或者是一項需要你背書的大額經濟往來。之所以被稱為成敗分水嶺，是因為它來得悄無聲息，又帶着時間限制，讓你沒有太多回旋空間。如果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匆匆做了決定，你未來幾年的生活節奏都會被改变。而如果你能提前察覺並冷靜分析，這件事反而會變成你下一個階段的機遇，甚至讓你把未來的路走得更穩更順。從五行的角度看，你就能更明白為什麼年底這個節點會被觸發。屬猴五行屬金，1956年丙申年出生，天干丙火與申金之間有一種互相較勁的能量互動，丙火象徵行動力、突發性和壓力，而申金代表秩序、規則、資產與積累。進入冬季後，外界水氣變重，水雖能生金，卻也會激發金的淬點。那些過去被你忽略的小問題，在水氣旺的時候容易被放大，比如賬務裡的缺口、家庭裡壓着不說的矛盾、資產分配裡的不明確、健康狀態裡被你輕描淡寫的問題。這些本來可以拖着的問題，到年底往往會突然變成不處理不行的狀態，也就構成了你今年的關口。再加上你這一年的運勢本身就在走收尾與整理週期，許多未完成的事情會被推到年末。越靠近年關，人越容易心急，而心急做出的決定往往代價最大。對1956年屬猴朋友來說，財運層面的風險尤其要注意，因為成敗分水嶺幾乎都伴隨着錢的流動，可能是一筆你必須承擔的大額支出，也可能是一份涉及未來幾年收入和開銷的合同，還可能是一項讓你覺得不答應好像說不過去卻風險很高的人情擔保。如果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做決定，未來的現金流壓力、資產結構風險都會被放大。但反過來，只要提前準備，態度謹慎，判斷扎實，這件事就可能成為優化財務結構、清理隱患、獲得資源的機會。年底的風險與機遇往往只在一線之間。最值得提醒的是，你極可能完全沒察覺這件事的重要性。它不會以重大事件的樣子出現，而是以一種普通式的外殼靠近你。可能是別人發來的一封郵件，一份讓你簽字的文件，一通尋求幫忙的電話，一個親戚提出的小要求，一件家庭裡久拖未決的事，一次醫生的提醒，甚至是銀行的一條通知。它可能在你忙的時候劃過去，讓你以為只是隨便處理一下的小事，但實際影響卻能持續3到5年，甚至更久。現實生活裡，越是這種不起眼的事，越容易在關鍵時刻反轉成巨大影響。要穩住局勢，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信息敏感度。
年底只要牽涉到錢、簽字、擔保、過戶、繼承、健康等關鍵面向，都不要當場拍板，給自己至少48到72小時的冷靜期，這是最簡單卻最有效的避險方式。同時，進入年底階段後，可以把一些關鍵原則牢牢記住並使用出來。第1條就是，所有重要事項必須有書面文件，無論對方說的多真誠，都不代替條款。第2條是做最壞情形測算，即把可能的風險、最大壓力、最糟結果全算進去，看看自己是否承受得住。第3條是，必要時請專業，合同問律師，稅務問會計，醫療問正規醫生，千萬不要只聽親戚朋友的經驗。第4條是家庭信息公開，涉及家產或家庭責任的事情，讓參與者全部了解情況，避免日後糾紛。第5條是設定決策門檻，條件沒達成就堅決不推進。第6條是設置退出機制，即便決定合作，也要爭取可撤回或階段性執行的條款，避免陷進去動彈不得。另一方面，情緒管理比你想象的重要。屬猴的人反應快，點子多，靈活性強，但到了60歲以上階段，容易對一些問題產生老經驗式判斷，即覺得自己以前也見過類似狀況，所以憑感覺就能解決。但年底這個成敗分水嶺事件，偏偏容易藏着法律、稅務、長期責任等複雜結構，用老經驗處理很容易掉進陷阱。情緒上最常見的2個誤區，一是過度自信，以為沒事，我應付得來；二是逃避，把複雜的事拖着，想過完年再說。惜字如金的說一句，這2個習慣都是虧損的根源。所以你要做的是讓自己保持清醒的平衡，不急不拖，不衝動也不忽略。五行上也可以輔助調節，冬季水旺金寒，屬猴的人容易心煩或疲倦，可以適當吃些溫補食物，曬太陽，規律休息，保持輕量運動，讓氣血順暢，頭腦穩定，決策才不會被情緒左右。為了讓你能更具體的識別可能的分水嶺事件，我把現實生活中最常見的幾類幫你列出來，你可以自行對應，提高警覺。第1類是合同或擔保類，例如有人要你為他簽字擔保，或讓你接手一份債務或商業承諾，表面上看起來不過舉手之勞，但一旦對方出問題，你就是连帶責任人。第2類是資產處置類，像房產過戶、賣地、股份轉讓、拆遷補償、家庭分配等，一旦在不了解條款的情況下倉促決定，未來數年生活會受到影響。第3類是健康醫療類，比如醫生建議你做一項治療或檢查，需要你投入時間和金錢，若你不重視，可能拖成更大的問題；若認真對待，反而會成為健康反轉的契機。第4類是遺產與贍養類，這類事情往往情緒複雜，也最容易在年底爆發，處理得好是良性循環，處理不好就是負擔和矛盾。第5類是投資與合作類，尤其是年底最常見的高回報項目或必須年前入股的邀約，越是催你快決定的，就越要小心。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些事單獨看都不算爆炸性事件，但一旦你處理方式錯誤，它就能瞬間變成影響未來數年的關鍵節點。而你最需要做的，就是在它發生之前，讓自己進入穩定與理性的狀態。也就是說，你不需要恐懼，但必須提高敏銳度；不需要拒絕所有事，但必須把決策變得有結構、有依據、有緩衝；不需要懷疑所有人，但必須學會保護自己的長期利益。說到這裡，你可能已經意識到，所謂成敗分水嶺，看似關乎事件，其實更關乎你的處理方式。它不是來為難你，而是來提醒你該升級生活模式，升級判斷方式，升級你的保護機制。只要你願意比以前多看一眼，
多問一句，多等一天，就能把這件事從風險變成機會。從運勢的角度來看，1956年屬猴今年的年尾確實是一個重整、重建、重設的時段。你身上有一種舊的問題必須處理，未來的路必須清理的能量。把握得住，你會在未來幾年走得更穩；把握不住，你可能會背負一些不必要的重擔。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